而我发现他的死。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灵异前线15季了。上一季我休息了1个礼拜，这一季不能再偷懒了，不然大家很不习惯，对吧？好，今天我来到这个地方呢，其实它有一个非常悲惨的过去，甚至延伸到现在。至于这一个地方又是什么样的地方，跟又有什么样的过去，我待会会慢慢告诉大家。但首先呢，先感谢15季以来大家的支持，那就废话不多说了，赶快带你们进入这一个不可思议的空间吧。这个就是我今天带大家来的这个房子，你看它都已经被草给盖住了，相当的不好走。看清楚，我要给大家看清楚的就是那一张椅子。为什么要看清楚那张椅子呢？原因非常的简单，因为那一张椅子有着不可思议的过去。那待会我跟大家讲述这里的传说跟过去的时候，大家有可能知道了。但是我必须说，这个地方已经废弃到杂草丛生，有没有看到？这个门都腐朽成这个样子了。而且这里竟然有一个罗汉像放在这个地方，这种放在这里晚上确实会让人家觉得有点不寒而栗哦。这房子后面有个隔间呢。还有拜神用的蜡烛，甚至还有烟。都是稻草。那这个地方又有什么样的过去呢？为什么会说那一个椅子特别的有问题呢？我现在来告诉你们，这个地方废弃的原因呢，跟它的过去，我现在告诉你们。首先，它废弃的原因，我只能告诉大家，这一个老宅的老夫妇，因为年龄到了，老死了之后，后继无人，所以导致这家房子的废弃。那当然，他们在死之前有一个遗憾未解。那这遗憾呢，其实台湾早期比较贫穷的时代，家里养不起小孩的话，会把小孩子给卖掉，对不对？
那当然卖掉了之后有没有机会再见到面，这个都是一个问号。那据说呢，这一个屋子的老夫妇，他们到年老了之后膝下无子，因为原本的孩子卖掉了。膝下无子的一个情况下，当然他们到年老的时候就很希望可以见到自己的亲生小孩，但是好景不长。首先，这一个屋子的主人老阿伯先走了，只剩下老阿嬷一个人留守在这个屋子中。到最后，这个老阿嬷也死了。但据说呢，这个老阿伯跟这个老阿嬷把他们寻子的消息发了出去之后，期待有一天他们的小孩可以回来看看他们。所以呢，他们每天坐在门口等待自己的亲生骨肉回来，再见一面。但很可惜的就是，这个愿望是不能实现的。但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他们有留下了一个思念。那某方面来讲，这个思念也导致这屋子后续发生了一些事情。那至于什么事情呢？下一集我再告诉你们。好，说完了这个令人伤痛的过去。接下来我带大家来看看这个地方还有什么样的东西残留哈。对了，这后面有一间呢，可是这个门也设得太小了吧？对啊，设得太小了。而且这地方它虽然有东西的残留，可是比较看不出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哈。但是我必须说，这房子不小，都有蝙蝠飞来飞去的。假如是错别字的话，下到刚刚给我电视的那个音响馆。那其实呢，刚刚我进来的时候，我不知道在这个角落好像有看到黑色的影子，但是应该是看错了吧？会不会是自己的影子？我也不太清楚。红色的 T 恤，酵素，破掉的新闻，还有这应该以前是拜神的神堂哈，但是这个以风水来讲，那神堂不是应该在大门那边吗？但是这个地方看起来像大门啊。对了，这个地方应该以前是拜神的地方，全部撤掉了。你看，天花板有这样的痕迹。护照用，所以这是照片哦。哦，不是，名片。第一次看到一只蝙蝠乖乖在那边。以前去所有地方，蝙蝠只要看到我就跑了。这蝙蝠胆子还真大，其实有点空，有点小。它飞走了。后面还有
其实它比我想象中的还大间，而且它这个看起来比较新呢。好，那至于这个地方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我现在来告诉大家吧。这个地方有发生过什么故事呢？其实就像上一节所说的，它并没有发生过什么样大的案件，不好的、自我伤害的，或者是杀人事件的，它只是单纯一个思念。但这种思念呢，久了也是很恐怖的。为什么呢？据说现在大家看到外面草都很高，对不对？但是它刚废弃的时候草其实没有很高，但是这边的居民经过的时候，往里面一看，他们可以发现，在门口那一张椅子上面还坐了一个老太太，似乎在等待着什么。这是第一个。但是呢，时间久而久之，草也长高了，外面也看不进来了，而当地人呢，也觉得或许他们还在等待他们的小孩，所以说他们就不选择往里面看。但是呢，这故事慢慢在当地流传出去了之后，后续就有人跑过来了。那当然，当地有些年轻人、小孩子、大人讲了也不听劝，所以他们跑过来这个地方。但是你知道吗？只要像我这样年纪的男性，只要来到这个地方，都有很高的几率去碰到这边的前屋主老太太或是老伯伯，似乎好像把他们误认成自己的亲生骨肉。那这个都是一个传闻，但是呢，曾经有人来这个地方，男生2个，当地因为在读高中嘛，读一读之后放假，然后又是鬼月，不知道什么东西撞到我脖子，鬼月的一个情况下，就结伴来这地方探险。就来这个地方的时候，一行2、3个进来，但他们一进来都没有发生什么异样，唯独一个状况。那是什么状况？就是他们一直在门刚刚那个椅子那个地方，一直听到有人在这样的声音。但是一开始呢，他们觉得会不会是有人在恶作剧，但实际上并不是。然后呢，他们3个就你看我看，一直听到叹息声，也确定不是他们自己所为。到最后，听到一个声音，什么声音你知道吗？一个很像老年人的声音，讲说：“啊，你有看到阮囝无？”这样子。当然，这3个人最后吓到，赶快离开这个地方。然后这3个人都在晚上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噩梦。这什么噩梦呢？他们梦到有一个老太太跑到他们梦中，一直在跟他们招手，口中还在叙述着：“你有看到我囝无？”这样子。那当然，他们3个到最后有点害怕，隔天都相约去庙里面拜拜。然后呢，他后面有一个看得到的朋友，他就说：“你后面跟了一个老太太，似乎她在寻找着什么样的人。”当然，到最后他们就去老师那个地方，就庙公去做个处理。那当然，那个老师就说，他们的思念非常的强大，似乎他们在死前还是一直忘不了他们自己把儿子卖掉的事情，所以他们相当的愧疚，也相当难过，而这样的思念累积下来，就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强大，这样子。好，讲完这边的故事，然后其实真的是，虽然他徘徊不去，可是我觉得这完全就是一个思念的情形。那思念可以让这个地方变成这个样子，其实我觉得也是蛮夸张的哦。但这就是亲情的力量，不是吗？这后面还有，真的不小间呢。
这后面有什么东西呢？什么东西都没了。亲情的力量很伟大，这我可以理解。但是我在这边必须说，有一些东西该放下。或许人家已经都不知道了，原来这后面还有一间，但是已经塌成这个样子。我不知道，因为这个故事其实跟我长久以来讲的有一些状况不太一样，所以说觉得我不知道能说些什么比较好，只能请他们放下。因为这样继续拍完是没有用的。最后，我带大家去看看那一张椅子。这边的狗也太吵了吧！我已经那么小声了。对啊，这才主堂啊！可是它主堂进来竟然就是一个房间。现在大家会不会觉得上面还坐着一个老太太，或者是一个老阿公呢？这个就请你们自行想象了。好，那今天的环境介绍影片就拍摄到这边为止。现在做个 ending 吧。拍摄完这影片，其实我必须说，这个地方的故事让人觉得是相当的悲伤，但是没有办法，早期台湾的生活环境确实不好，把自己的亲生骨肉给卖掉。当然，我想那个被卖掉的小孩到最后有可能也真的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亲是谁了，但这就是现实。可是呢，思念一个人的那个思念，那种心情，它可以强大到他们不愿意好好的离开这个世界，而还在持续的等待他的儿子。当然，我也不知道他儿子是谁，但是我必须说，亲人的那种牵绊跟力量真的是很伟大，所以好好珍惜你在这世界上的亲人。好，15季第1集，这个故事讲起来有点沉重，但就拍到这边为止。明天看看能不能再跟他们做沟通。我是故事上的秦敏，我们明天再见，拜拜。而我发现他的死。